哇，百拳2百拳，4个，又送5个，又一次。完了 ，KO 了！少林18罗汉大开杀戒，不打死对手绝不善罢甘休。金刚掌将泰国土豪拳王暴打躺尸，对着尸体翻跟斗庆祝，把拳王国球气到傻眼。在现如今假和尚遍布全国的时代，有这么一位低调的武僧，他苦心钻研少林功夫长达20余年。不仅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拳腿功夫啊那更是相当了得，就连少林72绝技也被他融会贯通，因此被少林寺的老方丈封为了少林18罗汉之一，这是少林寺武僧啊最大的殊荣。但从来也不炒作，也从来不在大众视野当中出现的武僧一虎，这一次不得不奉命下山，只为了挽回少林功夫的荣誉。事情的导火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武僧一龙。一龙在一场与泰国老将的比赛当中啊，一不小心翻车了。一龙最引以为傲的铁头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一不小心失效了，惨被对手一脚爆头，当场踢翻。要知道，这场比赛一龙的对手已经年过40，马上就要到了退役的年纪，而武僧一龙正值巅峰时期。无论怎么讲，输给对手都说不过去。经此一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质疑起少林功夫的真实性和实战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来了一批又一批外国选手来松山少林寺踢馆。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穿着蓝色短裤的便是泰国土豪拳王萨克。这个家伙呢，可以说相当有钱了啊，在泰国的话也是一个土地主。由于来少林寺踢馆的人啊，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多了。他为了不排队，便掏出了800万要插队。他表示，谁要是能够击败他呀，他就把800万捐给少林寺啊，绝不反悔。所以说，少林寺老方丈特意把武僧一虎给派了下来，来迎战萨克。好，我们再注意看，穿着黑色的长裤啊，他便是少林武僧一虎。这武僧一虎和武僧一龙，观众朋友们，这是完全两回事。这一龙啊，完全就是个噱头。说他是假和尚呢，有点侮辱人了，但其实他的确也不是什么真武僧。而我们的武僧一虎，他可就不一样了，他是剃发出家，而且头上有戒疤，包括他还是吃素的。在少林寺也拜了师傅，如今是少林寺的18罗汉之一啊，这少林寺武僧啊最大的殊荣了。你也是，你看身材也是非常好啊，非常结实啊。对，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中国武术的精髓打出来。啊，这个后摆拳打得重啊，打中啊，非常重啊，泰国选手有点晕啊。No 给放手。No。我们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不允许搂抱。刚才泰国选手是做了一个搂抱，还有做了一个连膝啊，做一个重点的警告啊。这一场比赛，如果是没有规则限制啊，如果不带拳套的话，我相信武僧一虎啊早就把对方给斩落马下。很多招式我们并不能用，像轻功了，少林寺的扫堂腿，包括像少林寺的金刚掌、鹰爪、虎爪都不可以用，因为我们带上了拳套啊，所以说很多招式呢是不可以用的。但是非常重啊，还有一个是鞭腿、扫腿这一块也是可以的啊。他们很少看到直线动作。可能这个咱们少林武僧团这个绝技里面，包括一些套路动作是扫腿会多一点，摆拳这个动作大开大合可能更多一点。对，很漂亮，两个摆拳啊！哇，即便是带上了拳套，我看武僧一虎的大力摆拳啊，还是非常的凶狠，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打得虎虎生风啊！就凭敢打敢拼这一点，我觉得啊，就比某些虫啊，这不是某些一虫啊、一狗、一猫之类的就强上不少。他的比赛是不能搂抱起膝的，任何搂抱动作，包括接腿动作都不能有。一虎一定要防着对方的膝法，泰国选手膝法是非常重的。哇，又是一个大摆拳，我觉得大摆拳太重了，非常好。扫腿啊！二局比赛怎么样？因为第一局的话，稍微的大家都会体能储备，可能会消耗一些体能。第二局看一下我们一虎的储备体能怎么样。有这么多的人啊来少林寺踢馆，排着长队的目的都很简单，就是想踩着我们少林寺的招牌呀一步登天。而今天这个泰国拳王萨克便是如此。但是我们看此时经过第一回合的切磋呀，他已经开始忌惮起武僧一虎的大力摆拳了，主动把距离拉得很远。其实我们隔着屏幕啊，也能感觉到武僧一虎的这种大，哎呦，你看
全都感觉是把整个人给抡出去啊！这种拳法的确是不多见。你可能就是打你的摆拳，两个摆拳呼起来，然后呢不要第一扫踢一踢，是吧？动作单一一点，因为你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吃亏，因为他体重他的肌肉量比较大。哎，很好，漂亮，4个大摆拳打得非常棒啊！泰国选手现在示意，可能有点怕这个咱们义虎这个后摆拳啊，但是他可能做一些。又一个摆拳，漂亮，一个中了啊 ！No， 打晃了。刚刚把泰国选手已经打晃了，是完全可以补拳的。但武僧义虎毕竟是刚刚打实战啊，他对规则呢不是很了解，不敢轻易贸然出手。漂亮，上！这个摆拳没有打到，如果打到的话，可能 KO 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啊。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我一直对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KO 了，读秒了，对，好，打 KO。哇，武僧义虎这一拳打下去，我们看现在泰国拳王啊已经神志不清了，走路都开始打晃。但看情况，泰国选手好像还要坚持，因为泰国选手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他们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但武僧义虎我们看，哇，势如猛虎，这明显是想一口气送走对手。哇，摆拳2个摆拳，4个，又送5个，漂亮6个，又一次，泰国选手太能扛了，我觉得应该有问题。现在武僧义虎已经连续干趴对手2次，如果再来一次，比赛按照规则来讲呢，就可以结束了。2个摆拳，又2个摆拳，又一次。完了 KO 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看武僧义虎后空翻当众庆祝，太精彩了！不仅是证明了少林功夫的实力，而且还拿到了800万的赏金，一石二鸟啊！对，猛虎今天一上来之后呢，这个重击啊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特别漂亮啊，猛虎，漂亮，连续2个。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中日对决自然是不必多说，那肯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都带着火，都想置对手于死地。好，注意看，165对战172，臂展168对战178，年龄上22岁对战21岁。我们中国的小伙，他是一个少数民族，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水族，的确是不常听也不常见啊，但是无所谓了。56个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双方一言不合，已经是正面开打。哇，刺刀见红，没有任何虚晃，没有假动作，正面直接开打，什么战术，什么拳法都没有。好，稍微放缓一下节奏，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穿着金色战袍的红方选手，来自于中国的蒙博安，他是我们中国传统武术螳螂拳的传承人。哎，注意看什么情况？日本的小杂毛，哦呦，非常痛苦，4脚着地，1脚踢回了原形。好，再看一遍，很明显，慢动作可以看出呢，是这个日本小杂毛啊自己撞上来的啊，并不是我们踢上去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都可以作证，我们绝对没有犯规。好，没有问题，双方比赛继续。就是在我们50分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是中国自由俱乐部中国国际俱乐部行业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是的。节奏给的也快，是，而且2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近身肉搏啊。对，庄司李九肉也是跟蒙博安杠上了，不止掉了，我的天哪！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对，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是的，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这3回合可能危险。是的，哎呦，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这是打后手。这场比赛忘记介绍这个金毛小子了，他的产地来自于日本的大阪。没错，他是一个日本空手道的练习者。那这一次来中国踢馆，也是狂言要拿他的空手道横扫我们中国武术。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杀伤力十足的螳螂拳法。最近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拳法了。
而蒙博安呢，他是螳螂拳法的分支当中的7星螳螂拳。主要特点啊是招式多变换快，最重要的是它的威力和爆发力非常强啊，就像螳螂一样，能把双臂啊弹出去啊。你看这个出拳方式很特别，它并不是打啊，像弹出去一样，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是的。对，就是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是的，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司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两个人今天这个状态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是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赛。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对，漂亮的后手，给郑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2位选手的比赛的确啊，是从头打到尾，的确是打出火了。这就是中日对抗赛啊！看来我们中国的抗日小将、抗日选手后继有人了。第一回合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的确是蒙博安的这一边啊，我们整体看下来更具优势啊，尤其在重击这一块，我们看。哇，打得非常的准，螳螂拳法名不虚传。但赛前这个日本小杂毛却说我们中国武术在日本空手道面前啊，就像是小孩跳的广播操啊，根本拿不上牌面。小小年纪就如此猖獗，看来今天啊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了。好，现在双方的第二回合火力依旧不减，蒙博安要小心，双方的换拳。蒙博安还是要小心一点，对方的这个进攻节奏呢是打出感觉了。好，蒙博安一不小心牙套再一次被打飞，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吐飞的啊，因为从状态上来看，蒙博安呢没有任何眩晕，也没有吃到重击。所以现在拼的就是看谁的这个体能储备好。是走中线的这个过程啊，打的都不错，而且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是的。那目前我们来看，我觉得庄司李九斗可能在内围的时候，这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人的节奏都漂亮，高手，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是的，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蒙博安啊，要小心了，这牙套呢又一次被打飞。裁判已经是再次警告蒙博安，你不可以再把牙套给露出来了啊，咬紧牙关。好，一言不合，双方又拼到一块儿。蒙博安拳腿组合，重拳和低扫的穿插。那目前来看，低扫效果一般般，还是要打拳啊，要打准。因为对方的防守漏洞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打准一次就有可能要了对方的小命。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是第二个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二回合之后，第三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是的。第二回合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日本的小杂毛庄司李九斗，他的体能下滑。哦呦，这是不是下滑问题？感觉已经断档了。而反观蒙博安这边已经打疯了，要打准，我们尽可能的朝着太阳穴，朝着门牙打。这强啊！对，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博安有点打瞎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几秒，又是一个后手一伏，漂亮，打出两篮，这个9秒来了，一个9秒。就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9秒来得太晚。是的，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哈。对，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突然，没错，观众朋友们，节目精彩，好不好看啊？压哨的 KO， 比赛最后1秒刚刚好。我们看，真的是瘫了，整个人的这个小日本子已经是瘫软倒地。主要是蒙博安最后这一波连续的重击呢，打出50多拳，实在是太猛了，将这个小日本子打成了马蜂窝呀。好，看到对手被担架抬走，那这场比赛悬着的心呐，我终于放下。没打死这个小杂毛，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件好事啊，毕竟打死对手太晦气了。好，还打哭了，
哈哈，哭起来可真够丑的。装逼我让你飞起来！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复仇大战，也是中华虎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毫不手软，将韩国名将当场摔断手臂。因为在此之前，韩国选手金立硕手段太残忍，比赛中将杨建平的师弟严希波残忍地掰断了手臂。然而获胜后的金立硕见中国选手躺在地上痛苦万分，他竟然一脸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中华猛虎杨建平看到这一幕，立马怒冲上擂台，要为同门师兄弟打抱不平。然而金立硕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更是当众恶意推搡。杨建平也是丝毫不惧，当即和对手签下生死状，并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计分高低，也决生死。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华猛虎杨建平暴打韩国棒虎的一场精彩对局。好，注意看比赛开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杨建平，那么蓝方选手白色裤衩啊，便是韩国选手韩国冠军金立硕。好，杨建平率先拿到了上位。现在处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这个金立硕在下位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那么通俗点来讲呢，就是限制杨建平的所有部位。那比如说呢，他圈住了杨建平的胳膊，盘住了杨建平的腰。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我只能说太精彩了，计分高低，也决生死，输者倾家荡产。因为赛前杨建平很生气和对手呢不仅是签下了生死状，那还和对手呢签订了协议输了捐出全部财产。杨建平现在呢有些被动，虽然说拿到上位之后呢，我们的中华虎没有太多的进攻角度，全被对方给限制住了。这个金立硕这个小子是一位柔术高手，所以说他的地面本领呢和缠斗的本领比较厉害。哦呦，大力砸摔，再来一个，哈哈！哎呦，像拎起一个小狗、小猫、小狗一样，把对方狠狠地摔在地上。好，注意看这个金立硕当起了缩头乌龟，哈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韩国人的作战风格，打不赢就耍赖。实在打不赢那就装死或者说装受伤。这场比赛，杨建平和对手的身形呢是完全不对等的。我们看金立硕的体型要比杨建平大上一大圈儿。没有错，这是一场跨量级挑战的比赛，好漂亮！低扫有效果了。杨建平今天之所以要打，就是为了要给师弟严希波报仇。上一场比赛，这个金立硕在我们中国擂台将严希波呢掰断了手臂。很残忍非常的卑鄙。哦呦，漂亮，过肩摔！杨建平的摔法的确是不一般呐。杨建平现在在不断的诱敌深入，不着急。通过不断的游走呢，来吸引这个金立硕的进攻。好漂亮哦！抱摔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看韩国选手金立硕又当起了缩头乌龟。看来这个金立硕很喜欢在我们中国擂台上躺着他把这个擂台观众朋友们当成了床。这么喜欢睡没关系一会儿呢让你睡个够。
这种情况下，只能等裁判出手，因为双方呢是僵持到了这里啊，对方不起来，而杨建平呢也不敢贸然的压进去。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非常的精彩啊！对方当起了缩头乌龟。第一回合5分钟的比赛，对方竟然在地上躺了整整2分多钟，哇，没见过。恐怕只有日本人和韩国人能干出这种握手之事了。好，继续开打，杨建平和韩国选手金立硕的第2场比赛。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是杨建平，蓝方选手白色裤衩是韩国棒子金立硕。局面上看起来是金立硕呢在追着杨建平打，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啊，是杨建平啊牵着对方的鼻子在走，因为这个金立硕呢他也没办法，因为杨建平太灵活了。好，漂亮，这个后摆打得很准啊，塞到对方的嘴上。这个金立硕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属于适合自己的距离。我们看他呢，空拳较多啊，几乎是打不太到杨建平啊。连打5拳啊，连打空5拳，哈哈，这个金立硕在白白的浪费体能。杨建平要不要考虑再进入一下地面呢？站立上的确是找不到，站立上的确讨不到便宜。杨建平看准时机，接腿涮摔来到地面。金立硕又是给杨建平带入到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让杨建平呢直不起腰来。哦呦，刚出龙潭又入虎穴。金立硕刚刚站起来，又被杨建平呢大力的捧摔呀，砸到地上。好，台下的教练告诉杨建平呢，不要打地面，因为对方的封闭式防守和地面防守做得不错。那么杨建平的确是没什么机会。这场比赛虽然说呢是一场复仇大战，但是对杨建平来讲啊，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对方在整体身形上啊都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第2回合时间所剩无几。现在的金立硕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啊往上去顶，因为他在分数上和有效打击数上啊，还有这个地面分数上都是劣势。现在的金立硕非常的着急，很明显，你看对方啊，越追的这个步调是越快了。他想跟紧杨建平，但是发现呢，追得越紧啊，反倒是效果越不好。
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我们看杨建平也是有一些喘气的一个迹象了。那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杨建平也累了，因为在整场比赛当中呢，10分钟的大战，刚刚啊，杨建平是全程都在跑位啊，非常的累。但是现在呢，该着急的并不是杨建平，而是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因为在前2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杨建平啊都是有优势，所以说这个金立硕如果不 KO 杨建平，那么今天他是必输无疑了。好，最后一个回合，双方杯水一战，看一下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我们看杨建平并没有刻意的去压制金立硕，而放对方呢起来打。好，又一次。现在金立硕双腿已经累得发软，所以说摔起来也是很轻松。只不过杨建平呢并不想压制对手。哎呦，对方啊又当起了缩头乌龟。赛前金立硕表示说呢，中国选手的胳膊腿儿像筷子一样啊，不经打一掰就折。但是现在反倒自己，你看做起了缩头乌龟。杨建平也不想跟对方呢过多浪费时间，而把对方叫了起来。哎呦，又一次，哈哈。杨建平摔对方啊，观众朋友们真是探囊取物啊，非常的轻松。哦，要小心，要小心！杨建平差点把这个金立硕呢扔出擂台。这个比赛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啊，产生 KO 的话概率不是很大了，因为双方体能都有限。而且杨建平要比对方呢瘦了10多斤呐，所以导致杨建平的重拳呢打到对方身上没有太好的效果。不行了，这个金立硕也没劲儿了，他也知道自己前2个回合都输了啊，这个回合需要拼一拼，搏一搏。但是他呢，现在是有心呐，而力不足了，想拼，但是没劲儿啊。哈哈，这时候我就赶紧给他端上2盘泡菜来吃一吃啊，把他们的大宝贝端上来，让他补充点能量。杨建平的团队和教练在台下的这个作用啊非常的大，不断的在告诉杨建平啊该怎么打。今天的战术呢就是打站立啊，这个杨建平的比赛当中呢很少见。哦，要小心，注意防守。这个时候不能再持拳了，很危险。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比赛，中华虎杨建平和韩国选手血战了3个回合。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但当然杨建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那杨建平的嘴角流血了啊，看起来也是很心疼啊。好，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者到底是谁。没有错，恭喜杨建平，没有悬念啊！这场比赛也是复仇了。但希望这个韩国选手能够信守诺言，赶紧把什么财产啊、身家性命给我们捐过来啊，不要反悔。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